我们曾长久地相信，动物的世界由简单的本能驱动，饥饿、恐惧、繁殖。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那片我们曾认为是空白的领域，实则充满了澎湃的、复杂的、与我们遥相呼应的情感世界。大象会为逝去的同伴哀悼，历时数日，轻触骸骨，沉默徘徊。乌鸦能记住一张不友善的面孔，并将这份敌意告知同伴乃至后代。鲸鱼唱着绵延千里的歌谣，其结构随岁月演变，如同传世的史诗。如果动物的情感并非我们想象的模糊影子，而是与人类一样鲜明深刻，甚至因其不同的存在方式而更加尤为复杂，我们的世界将如何改变？此视频想邀请你思考的，不非我们该如何管理动物，而是我们该如何与这些情感丰富、意志坚定的生命邻居相处。当我们终于学会听清他们的情感，那回荡在穹顶之下与荒野之上的歌声、嚎叫与啼鸣，我们或许才能开始真正学习一门古老的，却被我们已忘记太久的语言——共生的语言。而这，或许是我们在人类世中所能获得的最珍贵的智慧。ZC7342在营养液中第一次睁开了眼睛，它的视网膜尚未完全发育，只能感知到一片模糊的白色光影，一种恒定的、令人安适的温暖包裹着它，没有挤压，没有挣扎，没有母体的甜食，只有一种悬浮的、无重量的宁静。它那微小的大脑还无法处理自我这个概念，但一种原始的趋利避害的本能已经编码在它的神经回路里。一个柔和的人工合成音在它所在的预储单元中响起，声波通过液体媒介温和地传递。生命体征稳定，认知模块基础载入完成。欢迎来到富足农业第7区 ZC7342，你已被分派至优享成长线，愿你健康成长，为人类的繁荣贡献力量。ZC7342听不懂这些词汇，但成长、健康这些词汇的发音频率与他体内被破射的愉悦神经刺激联系起来了。他轻轻地动了动尚未成型的蹄状肢体，感受着营养液划过皮肤的触感。他不知道自己是猪，一个在古地球上曾经拥有复杂社会结构、高智商、情感丰富的物种。在富足农业的基因库里，它只是一个被优化了生长效率、降低了攻击性和不必要的情感反应的生物制品。它的基因组里关于在泥泞中打滚散热、用鼻子挖掘根茎、建造复杂巢穴以及强烈的母性护崽本能等代码已被大量沉默或删改。它被设计的目的只有一个，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高的饲料转化率生长出符合人类口味标准的肌肉组织。在它狭小的预储单元外是绵延数公里，如同巨型服务器机房一般的生命工厂。数万计的单元排列整齐，闪烁着微弱的指示灯，每一刻都有新的生命在人工子宫中被激活，也有达到出栏标准的个体被生无息地移出。空气中弥漫着消毒剂和臭氧的味道，掩盖了所有生命本该有的气息。这里是回声穹顶，人类在22世纪为了解决粮食危机而建立的最庞大也最高效的封闭式暗农业系统。它自给自足、能量循环、零污染，并被宣传为人道饲养的终极典范。因为在这里，动物们免于饥饿，免于疾病，免于恐惧和压力，至少宣传手册上是这么写的。埃利亚斯·万斯站在中央控制室的巨大玻璃幕墙前，俯瞰着下方如星火般璀璨的生命工厂。
作为第7区的资深动物行为工程师，他负责监控和优化整个生长线的动物福祉指标。屏幕上 ZCT342 的生命数据正平稳地流动着，心率、体温、摄食量、体重增长曲线，一切都在最优参数的绿色区间内。福祉，埃利亚斯在心里咀嚼着这个词。在穹顶的词典里，它被量化为一系列生理指标和行为参数的集合。只要没有表现出刻板行为，如无休止的啃咬栏杆，没有攻击性，没有疾病体征，就是福祉良好。但他无法完全说服自己。他曾偷偷调阅过被列为受限访问的古代动物行为学研究资料。他看到视频里那些被称为猪的生物在阳光下的泥塘里打滚，发出满足的呼噜声。它们用灵活的鼻子翻动土壤，寻找食物，眼神里闪烁着好奇与敏捷。母猪会精心地用稻草筑巢，在分娩后温柔地哺乳，用鼻子轻推自己的幼崽，发出安抚的哼唱。那种眼神，他在 ZC7342 和他的同类眼中曾未见过。他们的眼睛通常是平静的，或者说是空洞的，像是2颗达摩光滑的黑色玻璃珠，映不出任何内在的情感火花。他想起了东纳森和金利卡在《动物咨民》中提出的观点：动物能动性。那不仅仅是免于痛苦，更是拥有宏观能动性的能力，对生活轨迹、社交关系、活动选择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而在这里，一切能动性都被系统性的设计剔除了，从基因层面到物理环境，再到每时每刻的刺激注入。这究竟是福祉，还是一种更加精致的系统性的剥夺？他的内部通讯器响了，打断了他的思绪。是区段主管李坤。晚思工程师 ，ZC 系列7342的初始数据不错，准备在第2阶段启动社群模拟程序。我们需要观察轻微的社会互动刺激是否能进一步优化肉质纹理。明白，主管。埃利亚斯回应道，声音不带一丝波澜。社群模拟不过是让几个编码类似的个体在稍大一点的金属围栏里共处一段时间，系统会播放录制好的模拟同伴存在的温和声音。这里真正的充满摩擦和情感的社群相去甚远。他又攀向了 ZC7342 所在的单元，那个微小无知无觉的生命正按照人类设定的剧本走向他被规划好的一生。一种沉重的无力感攫住了他。他参与制作的这个系统完美地现行了林 CK 批判的工具主义，将这些生命彻底视为服务人类利益的资源，而其运行逻辑正是将还原主义发挥到极致，将这些复杂的生命体还原为一系列可测量、可优化的生产数据。ZC7342 被转移到了一个幼体发育舱，这里比育雏单元稍大，有了可以转身的空间。金属的地板会定时释放温和的电流，引导它移动到进食区或排泄区。空气中始终飘荡着一种合成的类似植物清香的费洛蒙，旨在让它保持平静。按照程序，今天他迎来了2位室友，ZC7341和 ZC7343，他们是同一批被激活的个体，基因序列几乎完全相同。最初几个小时，他们只是各自占据一个角落，按照内置的行为模式进行着进食、休息的循环。
系统监控显示一切正常。然而，在一次系统进行环境消毒、短暂关闭了背景音乐和费洛蒙释放的几分钟里，意外发生了。ZC7342 可能是被消毒紫外线的闪烁所干扰，发出了一个短暂尖锐的叫声。这声叫唤不在预设的舒适音域内，更像是一种本能的受惊的反应。立刻 ZC7341 和 ZC7343 转向了它，它们没有像程序预设的那样无视或走开，而是慢慢的、迟疑地靠近了 ZC7342。ZC7341 甚至伸出鼻子，轻轻地触碰了一下7342的身体。那一刻，监控屏幕前的艾利奥斯屏住了呼吸。他看到 ZC7342 的身体微微放松了下来，他回蹭了 ZC7341 一下。一种极具原始但毋庸置疑的安慰行为发生了。这不是程序设定的，这是被系统试图抹除的古老基因码的一次微弱复苏，是生命本身在极度贫瘠的环境中顽强地寻求连接的本能。短短30秒后，背景音乐和费洛蒙恢复，3个个体又逐渐恢复了正常的孤立的行为模式。但艾利亚斯知道，他看到了某种不该存在的东西，某种被系统定义为异常或噪音的东西。他迅速调取了背景记录，犹豫了一下，在事件日志中输入。短暂系统干扰引发个体间非典型接近行为已恢复正常。他没有使用安慰、社交这类词汇。那天晚上，艾利亚斯无法入眠，他反复回放着那30秒的录像，那短暂的身体接触，那眼神中一闪而过的某种东西，像一根刺扎进了他构建多年的专业壁垒。他在心里自问：我们人类作为自诩的道德主体，将道德关怀延伸至动物，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在道德上优于他们？不，他自己回答，正是因为我们拥有理性想象和道德选择的能力，我们才有义务去承认和尊重动物的权利。而在回声穹顶，人类以为傲的理性被用来精心设计一种剥夺，用来系统性的忽视这种权利。时间在精确的循环中流逝 ，ZZ7342 进入了快速生长期，它的身体像充气一样膨胀，达到了出栏标准的70%。那个短暂的与同伴的连接瞬间似乎从未发生过。他的日常生活被进食、注射生长激素，在震动地板的引导下进行的温和运动，以增强肌肉弹性所填满。他的世界就是那个几平米的金属舱室，唯一的风景是发出柔和白光的墙壁和定时出现的机械臂。然而，艾利亚斯通过高敏度传感器捕捉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ZC7342 在独自休息时会发出一种频率极低的、几乎无法察觉的哼声。声谱分析显示，这种声音模式与古代资料中记录的猪在满足和放松时发出的呼噜声有某种相似性，但更微弱、更不连贯。他是否在回忆那次短暂的接触？他是否在一种被严重削弱的方式体验着某种类似愉悦或期待的情绪？他不知道。他唯一知道的是，根据系统优化匹配协议，这种非必要的、有可能消耗额外能量的神经活动是需要被抑制的。李坤主管注意到了他的数据报告，晚思7342的次级神经活动有些活跃，下一阶段给他增加环境孵化模块 B3。环境孵化模块 B3 是在舱室内投射一些缓慢移动的 abstract 几何光影，在以提供温和的视觉刺激，防止阿米莫斯因痕迹过于单腰而产生刻板方板，同时也是为了分散他们对真实群居需求的注意力。当那些冰冷变幻的白色 benches 在墙壁上流淌时，ZZ7342 只是呆呆地看着，
他的眼神依旧空洞，这种人为的、虚假的孵化，与他基因深处渴望的泥泞、阳光、嗅吻、拱土、真实的同伴嬉戏相比，是何等的苍白和残酷。这恰体现了东多森和金利卡所批评的困境：人类的管理和干预常常自以为是地提供我们认为阿米莫斯需要的东西，比如所谓的物种典型行为，却忽略了去探寻阿米莫斯自身想要什么。我们预设了他们的本性，从而束缚了他们的能动性。一天，艾利亚斯在巡检时亲眼目睹了淘汰过程。一个发育稍显迟缓的个体 ZC338 被判定为经济效率不达标。2个无声的机器人进入舱室，动用精确的电流使它瞬间失去意识，然后将其装入密封容器运走。整个过程高效、清洁、无痛。系统日志上记录着，个体7338因健康指标偏离优罪曲线，已执行人道终止程序。无痛就是人道的全部吗？牛津大学的伦理学家安德鲁·林兹的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阿米莫斯是道德上无辜的，他们无法理解施加于他们身上的痛苦，也无法从痛苦中获得道德教化，因此施加于他们的任何痛苦都极难得到辩护。而在这里，不仅仅是痛苦，连他们生命的意义，他们作为有意向主体的存在本身都被彻底否定了。这难道不是一种更深层次、更系统性的伤害吗？他看着不远处安静站立的 ZC7342，一股寒意顺着脊椎爬升。在这个冷静、精确将一切包括生命的工具化的系统中，他自己又何尝不是一个更高级、更复杂的制品？一个被设计用来维护这个系统、压制自己 moral 感受的零件。ZC7342感觉到了一种内在的变化，一种他无法理解的空洞感，一种模糊的缺失。这种感受不同于饥饿或不适，它是一种更深层、更持续的不安。那个短暂的、温暖的触碰记忆，像一颗被埋进贫瘠土壤的种子，虽然无法破土，却在深处隐隐牵动着什么。他开始抗拒震动地板的引导，偶尔会固执地停留在进食区之外。他对那些变幻的光影失去了兴趣，更多的时候只是面对着舱壁一动不动。监控系统发出了行为异常的黄色警报。李坤主管的指令很明确，施加温和的食欲刺激，调整环境参数。如果行为持续，考虑提前进入中期流程。我们不能让单个个体影响整体批次的一致性。中期流程，埃利亚斯明白那意味着什么。ZC7342的生命即将因为它的异常、那一点点复苏的生命迹象而被提前终结。他站在控制台前，手指悬在眼下激发指令的按钮上方。屏幕上 ZC7342 的实时影像显示，他依然面对着墙壁，那黑色的眼眸里似乎倒映着控制面板上的冰冷蓝光。他想起了那30秒的触碰，他想起了他那微弱的自我安慰般的哼声，他想起了林兹所说的内在价值，生命本身而非其用途所定义的价值。他想起了当纳森和金利卡强调的自我决定，哪怕是最微小的选择权，对于有意向的生命来说都至关重要。ZC7342 从未有过任何选择，他的出生、环境、食物、死亡时间全部被设定。他唯一一次自发的不属于程序的行为，就是那次寻求安慰的靠近。而现在，系统要因为这唯一一次僭越而去惩罚他。埃利亚斯的手指移开了，他没有执行食欲刺激程序，也没有去启动环境调整。
他做了一件极其微小，但在这个一切都被监控的系统里，称得上是叛逆的事儿。他手动覆盖了警报，将 ZC7342 的行为标签从异常改为了数据采集中，需进一步观察。他为自己争取了一点时间，也为 ZC7342 争取了一点时间。他知道这改不了最终的结局， ZC7342 终将被送入那条他一出生就注定要走向的轨道。他无法摧毁回声穹顶这个庞然大物，他甚至无法拯救这一个生命，但他可以见证，他可以不再做一个纯粹的冷漠的系统维护者，他可以选择看见他的痛苦，他的空洞，他那被压制的对连接和自主的微弱渴望。他调出了 ZC7342 从出生到现在的所有数据流，不仅仅是心理指标，还包括那些被系统标记为噪音的行为片段，那声受惊的叫唤，那次触碰，那低频的哼声。他将这些数据秘密的包装、加密存储在一个私人分区。他为这个文件命名为回声7342。这不是一个产品编号，这是一个名字，为一个试图存在的生命留下的微不足道的墓志铭。周末之日还是到来了 ，ZC7342 达到了出栏标准。机器人进入舱室，程序是那样熟悉，与处理 ZC7338时别无二致。一道精准的电流穿过他的身体，意识在瞬间消散，没有痛苦。他的身体被运到加工区，将被分解、包装，贴上人道饲养、极致福祉的标签，送往人类的餐桌。埃利亚斯看着监控屏幕上那个已然空荡荡的舱室，一切数据归零。星河的生命工厂依旧璀璨地运行着，仿佛从未有过 ZC7342 的存在。但他知道，有些东西不一样了。他走到控制室巨大的隔音玻璃前，将手掌贴在冰冷的玻璃上，下方是无数个闪烁着微光的预除单元，无数个 ZC7342 在诞生、成长，走向极静的终结。他想，在这个巨大的、精密的、自我循环的穹顶之内，回荡着的究竟是什么？是机器运转的嗡鸣，是合成语音的播报，是生命代数流动的无声数字，还是那被系统竭力消除，却依然在基因的裂隙中，在行为的瞬间里顽强迸发出的生命对自由、对连接、对自身意义的那微弱而悲怆的回声？我们建造了这座宏伟的穹顶，将自然束缚，将生命编码，以为隔绝了混乱和痛苦，也隔绝了我们自身的道德责任。但多纳森和金里卡说的对，动物的生命仍然是他们自己的。无论我们如何影响、管理、干预，这个基本的事实无法改变。而我们与他们的关系是否正义，最终取决于我们是否尊重他们作为有意向主体的地位。回声穹顶或许并不仅仅是一个农业设施，它是人类工具理性发展到极致的一个隐喻。在其中，我们不仅囚禁了动物，更深陷于一种道德上的自闭。我们听不见生命的回声，最终也听不见自己灵魂的回响。埃里亚斯收回手，在控制日志上 ZC7342 的最终记录后输入了2个字：终结。然后他关掉屏幕，转身直入穹顶内部永恒的人造白光之中。他的步伐沉重，但他知道，从今天起，他必须开始学习倾听。
请听那些被系统静音的生命的微弱回响。这是他生而为人无法推卸的沉重的道德责任。